虽然跟我没啥关系，但我知道军迷们都在看迪奥曼德的转会大戏。群里抱怨说，看看人家俱乐部都在 Here we go， 就咱这边啥动静都没有。这时候我只能给出这3张重磅截图了。Here we back， 我们的3个重量级主力回来了。维尔茨、伊萨克和克拉芬贝赫都已经到美国了。昨天的季前赛结束后就到了，现在已经开始队内合练。最理想的情况是，他们都会在周4凌晨打雷克瑟姆的比赛上踢个10几分钟热热身，然后第3场跟利兹联踢的时候可能会首发，这就要看他们身体恢复的状态了和伊劳拉的具体安排。剩下的几个打世界杯的范戴克、加博、阿里松继续休假，都不会参加美国季前赛，但应该会参加摩纳哥和科莫的比赛。队长是因为打比赛太多了需要休息，加博我猜应该是因为家庭原因吧，要照顾妻子。阿里松不知道为啥需要多休息。至于麦卡和穆尼奥斯，估计整个季前赛都不会参加了。在最新的合练视频里，巴伊切利奇已经能一起抢圈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打上比赛。雅凯和戈麦斯都没看到身影。昨天我还巴巴一顿夸恩杜克维呢，发完视频才知道拿不到劳工证，说是俱乐部已经把名额用到恩迪亚耶身上了，还不确定有没有多余的名额。最坏的结果是要被租借出去。本来中卫就不够用，这伤的伤，老的老，还赶上一个没证的。不是说理查德休斯多专业多厉害吗？一个赛季他和爱德华兹就现了原形，溢价买人，续约失败，新约买了还不能用，这管理层真是太失职了。群里纷纷支招，说是可以免签斯通斯，再去买小查鲁巴，还有大巴黎的扎巴尔尼。我觉得这仨都没有免签的塞内西好。当然了，现在这情况咱也没啥可挑的了，能来一个中后卫就行。是不是有点像当年的卡巴克和本戴维斯啊？2021年的噩梦难道又要回来了吗？咱也不懂啊，纷纷为啥在中后卫上这么轴，这么多年了就是不补强，咱们也只好指望着雅凯别再是第2戈麦斯了啊。再就是莱奥尼赶紧好起来，范戴克加雅凯的主力，莱奥尼和恩迪亚耶的替补，也就这样吧。纷纷估计把精力都放在巴尔克拉身上了啊，1.4亿英镑，1.7亿欧元啊！巴黎是真敢叫价，一边是抱怨迪奥曼德乱叫价，一边是自己给巴尔克拉乱开价，一出好戏正在上演啊！我觉得大部分军迷都会觉得巴尔克拉不值这么多钱，打个对折应该靠谱。但假如芬威真是铁了心，非巴尔克拉不买，那咱就得分析一下他来之后的情况了。好处当然是边锋问题解决了，能不能接班萨拉赫那就要看他自己。芬威愿意砸钱，有钱可砸也不是坏事，但他来之后的周薪是个问题，会不会打破本就不平衡的薪资体系，我很担心。25万的加波，28万的赫拉芬贝赫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。伊萨克据说是26万。巴尔克拉真来了，估计也得25左右。这你让琼斯、麦卡的续约怎么谈？而且巴尔克拉来了，估计要踢左路，那恩古摩哈怎么办？小孩会不会心里受打击呢？恩古摩哈的合同28年到期，理论上今年也要续约了。被巴尔克拉和穆尼奥斯抢了首发，那还能续约吗？总之影响肯定是会有的。我个人是觉得买个像穆尼奥斯这样的潜力股是最好的，5000万左右，最好别超过5000万。就像伊劳拉练级拉扬塞门约一样。咱自己练出来一个一元先生，那多有成就感。不过现在除了巴尔克拉，好像也没啥新的转会传闻，咱们就等等看吧，看看事态如何发展。还是把目光放回到季前赛。昨天视频我说打桑德兰这场看不出伊劳拉的风格和影子，主要是说上半场，下半场对面换了替补，场面就好了一些。毕竟也才第1场热身赛，一下就磨合出来，那也不现实。不过我看了下数据，还是有好的方面的。最明显的就是长传，全场利物浦送出了41脚长传，成功率虽然只有62%。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，在控球率高达64%的前提下，还有41脚长传，是斯洛特时期无法想象的。还记得斯洛特记者会上抱怨对手只会长传吗？狼爆！上赛季他的场均长传只有21次，21次对上41次，跟英超潮流对着干，是斯洛特上赛季的典型风格。长传球、界外球、定位球、高位逼抢，这都是斯洛特不待见的。很高兴看到伊劳拉愿意长传，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这个数据啊。更多的长传和更高的控球率，想想还挺有意思的。打桑德兰第2个印象就是逼抢回来了，虽然上半场被压得很厉害，但前场的逼抢还是有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琼斯怒喷过一次中锋赖特，因为琼皇逼抢的时候，小孩没配合一起掐断路线。其实赖特这场的逼抢挺积极的，包括下半场的库马斯、斯坎伦，小孩们都挺能跑。莫里森赛后接受采访也说，伊劳拉的强度和上赛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，但换成伊萨克和威尔茨、穆尼奥斯，包括有可能的巴尔克拉这些大牌巨星，他们还愿意抢吗？伊劳拉镇得住他们吗？第3个变化是位置的轮转。上个视频我有提到过啊，第1个进球，恩古摩哈跑到中路去串联了，这在斯洛特时期是非常罕见的。边锋内收，不是内接，是跑到中路甚至右路。其实瓜迪奥拉的多库和塞门约都这么踢过，包括一开始埃利奥特的位置好像是右边锋，但后来又去踢中路。琼斯的位置范围也很大，
当然，上半场最大的问题还是后场出球，被桑德兰压的一度只能靠恩迪亚耶去出球，相当被动。给我的感觉是和斯洛特踢的没啥两样，这也是我对伊劳拉最期待的地方，就是踢出在伯恩茅斯时的后场流畅出球。这需要2个中场，包括边锋的积极跑动和接应，可能要等到打摩纳哥科莫，等索博和拉芬贝克都就位后，才能看出一些苗头了。赛后采访，伊劳拉还表达了不满啊，他说球队的强度还不够，配合节奏不好，腿像灌了铅跑不动。他对球队的要求很简单 ，keep pushing, don't relax， 不要踢得太舒服、太放松，这就对了啊。如果这帮球员真能踢出伊劳拉想要的效果，哪怕是我们不引援了，就靠着这帮年轻人踢出一阵青春风暴，新赛季也是好看的啊，也是充满期待的。